各位小圈大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毛人牌奇。前一阵呢，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啊，有人说想看一看有一款蝙蝠男啊，我当时还在想，蝙蝠男所谓的蝙蝠男到底是哪一个蝙蝠男？好多蝙蝠男啊，后来才得知啊，原来是好沉，来自于 Silver Claw Toys 出品的首作原创人偶啊，数量上还是比较稀有的啊，今天借来也是比较难得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它这个外包装我还是头一次见啊，我见过火漆印的信封或者是档案那种纸品的东西啊，整个包装就用火漆作为封印，还是头一次见，不会拆碎掉吧？里面是个木质的结构啊。打开之后呢，是一个完全实木的包装啊，这个箱子柜子上看味儿是吧？看味儿，竟然有这样类似一个拼接的造型啊，它是木工的感觉。哎呦，沉呐！我喜欢这个外包装纸品部分呢，一个感谢的卡片，造型还蛮好看还有一个小的说明啊，因部分配件采用原生树木，故而在色泽纹理上无法做到完全统一。它指的是这个盒子吗？还是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木质结构？组装的说明啊，这是配件上的，接着拆吧。直接看主体部分啊，第一感觉，虽然之前有看过一些包括官图在内的其他图片，印象中其实并没有很粗壮的一个身材啊，但是实物拿到手之后，无论从高度还是整体身形上，感觉都是一个壮汉，健身，对，健身非常壮的这个感觉啊，舍不得做一点无氧的人，比我想象中其实要壮硕很多。这方面。我尝试一下吧，努力一下，我头套可以向它发展一下。第一感觉是有点像什么工业革命期间或者是1战左右那个时候的人的装束造型，老伦敦街头风格，我称之为。懂吗？你就瞎说。觉得挺好看的，它里头那种好像是叫亨利领还是叫什么？叫什么领？亨利领，就是摁扣，然后就是不是全都有扣，是到中间的那种。感觉无论从这个马甲还是上面针织纱的感觉，都是比较复古的那个味道。本身它的这个衣服的用料是很厚实的，看着真实感比较强。服装的质感我觉得是非常棒的，更接近于可能真实的效果一些。什么时候我也搞一套这种衣服穿试试？前提是你得有肩膀宽一点，胸大一点。那就是我。然后与它服装不同的地方呢，是手部和鞋子，包括头部的表现，主要是用了一个类似于皮质的效果，而且是那种久经风霜、很旧的皮，整个效果和味道非常不错。我觉得尤其在鞋子部分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类似的原型。上面那一块比较少见吧？对，这个造型很帅气，自然的磕碰啊，还有划痕、磨损处理得很不错。我喜欢这个鞋子造型。当然，它为了追求一体性和这个观感上，确实牺牲了可动啊，就是完全一体的。手型手套的刻画也非常不错，张力还有拉扯那个感觉，都有体现出来。包括上面也用涂装做出了一些缝线，给你营造出那个效果，真实感还是很强。然后头部跟蝙蝠同样也是个皮质，而且是那种久经风霜的旧皮质，那种厚厚的硬皮，它更像一个那种壳盔，对，头盔，比你买那种软软的，你看多咧咧。褶皱的感觉和它脸部搭配起来，就有种凶巴巴、很凶恶的感觉，很猛男啊。跟人说话也不太客气的。对。嘴部造型同样有4张替换脸，分别是短胡须、长胡须、吃西红柿没擦嘴。吃西红柿揍了吧，他是战损。还有一个是叼着香烟的造型，人糖。当然香烟也做了额外的小配件插入。虽然说它嘴部是有一个磁吸的零件的，但是因为比较滑啊，所以往下取的时候有点困难啊。我觉得找块蓝凝胶粘一下。白色的围脖是一个双层的结构啊，所以看着还是比较厚的。我这个好像还需要去打理一下，系个扣子什么的。
转轮手枪，这个造型应该是加了一些幻想的元素啊，弹鼓也是可以转动的，直接塞到腰间的枪套里就 OK。飞行员眼镜，这个造型还是很复古的，侧边还是有棱角的，对，是有棱角的，这个涂装还是蛮不错的，可以给它套在头盔上。大衣部分，我原以为它会是一个类似于皮质的效果啊，实际是一层非常厚实的布料。我很喜欢上面这种纹理的表现，看着和真实的服装比较接近。造型呢也是比较复古的，米黄色，有点类似于红猪的那套飞行服，很厚实啊，很厚实。里面也做了棕色的内衬，不错，穿一下。穿上衣服之后，魁梧的感觉就更多一些。这里呢是建议把这个马甲脱掉，然后再去穿这个衣服，要不的话会显着有些臃肿，还是有点帅气啊。像我刚才说的，有点像一战时期的那个飞行员的造型。尤其这两个非常高的领子啊，可能是介于保暖的考虑，但是穿上之后呢，有点酷。旧而不脏的那种效果，在一些易于磨损的地方呢，其实做了一些旧化的污渍的感觉。对你来说是不够满意。它追求不是那种脏话，而是一种磨损的，或者说对实用感。其他配件上，首先是一把也是有点蒸汽朋克那个味道的枪械，猎枪那个味道啊，对，造型上还是挺有趣的。瞄准镜，同样看着又先进又落后啊，直接可以套在这个枪的上面。三对手型同样都是皮质手套的造型，涂装和质感上都非常不错。我很喜欢它这个厚重手套的味道。手臂上的配件，一侧呢是一个皮质的臂甲，另一侧呢像是一个不先进的科技。现在有个流行词叫未来复古主义，过去的人畅想未来的时候，现在的人替过去人畅想未来。同样有些未来复古主义味道的奇妙的仪器啊，老式的复读机，造型是很复古的，涂装上也是非常的棒，不同的分色，还有旧化效果。这一块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看点的金属板，做了很多旧化效果之后，显得真实感就比较强，很不错啊。这个位置同样是一个磁吸的结构，可以把这个位置打开，露出一些内购的效果。外侧呢也有一管红色的类似于气体收纳的罐子啊，直接通过磁吸，可以粘在下方。另一个有点像小发电机，造型很有趣，尤其它前方这两个小的仪表盘，做旧呢更甚一些，可能是考虑到这个部位是经常损耗或者说高功率运转的一个东西，更多用了一些熏黑的涂装，颜色是我喜欢那种破旧的感觉，很好。关键词破。而且呢，上方同样的带有一个打开的结构，这个像铁丝网一样的东西直接拆开，你可以看到，对，里面能看到一些机械的细节。飞行背包造型呢，同样是复古的味道，做旧同样是比较狠那种重油污的效果我很喜欢它这个位置啊，做了一个亮亮的光滑的黑色像是有油渍溢出来的那个感觉。下方这两个大的喷口呢，造型也不错，而且有一定的可动幅度。但是它这个喷口内侧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再精进一些。如果这个位置再适当做一点灼烧的痕迹，或者说烤蓝的那个效果就更好了。我觉得它这个锈迹处理的蛮好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像是生产的编码或者说名牌，很自然的味道。这一块的材质就是比较容易生锈。对对对。赞不绝口，我喜欢。对，我很喜欢这个配件啊，尤其你看它这个位置啊，它同样是可以打开的。那好能装东西。对，这里直接可以打开可以拿出这个像是发动机一样的东西，什么不懂啊。通过磁吸可以直接粘在这上面啊。虽然说你把它挡住，不会有什么本质性的效果的不同啊，但是玩法上就多了很多。你知道里面有发动机？对，我是知道里面确实有一个独立的零件可以拆下来的，我就会觉得好玩很多。当然了，这几项比较大的配件啊，还是可以用磁吸去直接对应的，直接一粘，这么高，几根管道把这边插到里面了。反正它这个上面就是有很多磁吸的点位啊，我觉得比起给你一个直接这样做好的零件，它这种拆分式的磁吸的
方式更有趣，玩点更多，而且你也可以去用不同的搭配做出不同的造型，这点很好。然后前面这个带子和后方进行连接之后，我就可以把它绑在身上，像一个火箭飞行兵。产品本身也附带了一个地台。哦，这个镜面的效果很不错啊，够亮的啊。前方呢还有一个 The Old One O'Malley 这个金属名牌啊。这个地台质感很好啊，我很喜欢。铁质的脱裆结构，虽然结构很简单，但是用了金属嘛，这个质感就会变得很好。后面拖住裆，拖住了。往哪儿呢你？全部搭载之后，这个效果还是像我之前说的，偏向于加入了一些幻想题材，更有点接近于宫崎骏笔下或者是影片中有点童话性质的那个味道啊。服装的表现呢，其实是偏向于复古和真实的那个感觉，我还是蛮喜欢。当然了，为了呈现它整个这个效果，在可动上相对还是有所忽略的。在意可动的话，这里还是有点遗憾。面部造型的替换上呢，还是有点难度的啊。这里呢，建议用蓝丁胶多粘一点，快速的向前下方一拉。我觉得后续在做类似的产品时候，可以把这里优化一点。这4张嘴的造型是非常好的，每一张都各具鲜活的特色。我是尤其喜欢这个大胡子的风格，它已经老去卸甲归田的一个感觉。据说额外还会再附带2颗头啊，一颗呢是一个纯骷髅的造型，另一个呢是带有一个类似于面罩的造型。这个对于买了现货的朋友们，好像是后续会再补发。然后呢，就是它在配件上呢侧重的更多的质感以外，就是玩法。玩点非常的棒，尤其它内部拆卸的这个感觉，机械的结构很有趣。从胸口到后背，再到整体的这样一个联动，呈现的是一种类似于飞行兵的效果。你可以把这个大衣脱下，轻装上阵，也可以穿着这个飞行服，戴着眼罩，战斗风格一点。飞的过程中会有柴油机或者说黑烟冒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噪声很大，我感觉它飞来飞去的。当然，关于整个产品呢，你怎样去解读都好啊。我的感受呢是像一个退役的飞行员，每每还会去回忆自己曾经的战斗啊，或者是飞行的履历啊，整理整理这个旧装备，英雄迟暮的那个味道。期待以后能做出更多有趣的这种原创手作的产品吧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先分享到这里吧，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